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明明刚刚调整好心情，可仅仅因为手机上的一条负面推送，或者是身边人一个质疑的眼神，你那点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平静，瞬间就碎了一地。你发现自己的情绪就像是一叶没有锚的小舟，随风漂泊。环境好一点，你就感觉安稳一些；环境一旦变差，你就立刻陷入焦虑的漩涡。这种易碎的安宁，让你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，总是在看环境的脸色。你可能听了很多治愈的电台，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，但为什么一回到现实生活，那些道理就像烟雾一样散了？为什么你明明渴望安定，却依然守不住内心的安宁？那是因为你的平安还缺乏一个底座。今天这10分钟，我们不聊虚无的安慰，我们要去寻找那个能让你在乱世中定下来的终极秘密。这是我们福音智慧系列的第7集，也是整个20集系列中最关键的一块基石。如果你想让那份治愈变成你身体里长出来的自有力量，请安静地陪我听完这一篇。在马太福音7章26节，主耶稣讲过一个非常犀利，甚至有些残酷的比喻。他说，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愚拙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现在静下心来，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所谓的安全感到底挂在什么东西上面？是挂在银行卡余额的变动上，还是挂在伴侣今天回消息的速度上，也或是挂在孩子的一张成绩单，老板的一个脸色上？这些东西就是主耶稣口中的沙土。沙土最大的特性不是坏，而是流动和不稳定。只要你把生命的重心放在这些随时会变的东西上，那就是在沙土上盖楼。主耶稣给出的预测非常精准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这种大倒塌往往发生在你最脆弱的时候，当外界的支撑点被撤走，你内心的秩序会瞬间崩盘。我们为什么明知沙土不稳，却还是喜欢在上面盖房子？因为沙土触手可及，环境的赞美、金钱的数字、他人的认可，这些都是感官能直接捕捉到的。我们习惯了用这些可见的东西来定义自己的价值。但现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快乐取决于别人的评价，那么你其实是把伤害你的权利交到了别人手里。只要对方一皱眉，你的世界就崩塌了。这哪里是平安？这分明是人治。这种人治式的生活，才是让你感到莫名疲惫的根源。在这一章，我们要看清一个真相：如果你不把根基从这些可见的变动中撤回来，你读再多的治愈文字，也只是在漏水的船刷油漆，无济于事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磐石？主耶稣接着在马太福音7章24节给出了定义：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
很多人误以为磐石是一个宗教术语，其实磐石是你对生命规律的绝对信任和执行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平安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源头。当你去行的时候，意味着当你在现实中面对挑战时，你选择先连接这个平安的源头，而不是先去分析那些让你焦虑的数字。磐石的深度取决于你行的程度。当你不再试图去掌控那些你掌控不了的沙土，而是守住内里的连接，你的地基才真正触碰到了磐石。这种稳固是不受环境左右的，哪怕外面暴雨如注，你内里那个核心是静止的、坚固的。在路加福音10章42节，主耶稣对忙乱的马大说了一句极具穿透力的话：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了那美好的份，是不能从她夺去的。反复品味这4个字，不能夺去。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可以被夺去的，金钱可以流失，健康可以受损，职位可以被取代。如果你把安宁放在这些东西上，你当然会焦虑。唯独那份在安静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秩序，那份与生命源头深度连接的定见，是没有任何人能从你灵里夺走的。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定海神针。当你守住了这份不能被夺去的安息，就守住了生命最核心的能量。当你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外界刺激的生物，你才真正开始了自主的人生。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下，看一看接下来的路。之所以在第7集一定要讲透磐石，是因为在接下来的13场旅程中，我们将去处理更硬核、更具挑战的课题。我们会聊到如何停止卑微的讨好，如何看清财富的真相，如何找回流失的财运，如何在平庸中拉开差距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磐石般的底座，如果你还是那个环境一变就心碎的人，那么后面关于财富和能量回流的内容，对你来说只是听起来很爽的幻想。只有当你内里稳固了，你才有能量去执行后面的进阶策略。这就是为什么第7集是整个系列的定海神针。从这一刻起，练习一种磐石定见。当你在职场被否定时，当你在家庭中感到不被理解时，当你在深夜感到前途渺茫时，不要急着去解释，更不要急着去反击。请先闭上眼，花10分钟回到这个福音智慧系列带给你的平安里，告诉自己，我的价值不由此时此刻的环境定义，我的根基立在永恒的磐石上。这种反复的连接会让你的生命根基越来越敦实。你会发现那种莫名的慌张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笃定。到这里，关于安息的深度奠基已经完成了。这绝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生命层级的跨越。一个拥有磐石根基的人，才有底气去拥抱真正的高维度的喜乐。在接下来的旅程中，我们将带着这份稳固，去夺回那些原本属于你的热情与能量。今晚，现在就放下所有的紧绷，
感受那份已经在你心里扎根的力量。对那个找回了稳固根基的自己，温柔地说一句：辛苦了，别怕，我的生命立在磐石上。晚安，愿你在那份永不失落的安息里，准备好迎接明天那一抹喜乐的曙光。